1963年，毛主席在会见国务院各位领导时，突然拉住了一个人的手，说：“咱们可是老熟人了。”而那位被牵着手的人在听到毛主席的话后，也是羞涩地点了点头，可心中却是感慨万千。那么，这位毛主席口中的老熟人到底是谁呢？他们之间又有哪些往事呢？1934年，我军第5次反围剿失败，队伍损失惨重，大规模战略转移提上日程，伟大的长征路途就此开始。会昌作为南方战线上的重要城市，距离中央政府所在地瑞金仅有50公里。一旦被国军攻下会昌，中央政府将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。当时驻守在会昌的部队正是红22师，方强则是政治委员。由于王明等人的左倾军事路线的影响，我军已经失去了粤赣战区的交通枢纽，军门岭阵地形势十分严峻。为了总结教训，22师的内部开了一场干部会议，可会场气氛却十分压抑。军门岭保卫战的失败，更是让大家失去了方向。正当方强众人陷入迷茫之际，毛主席却突然打来了一通电话，点名要找指挥员谈话。方强对此感到有些疑惑，因为毛主席此时此刻应该在北方战线指挥，怎么会突然指导南方战线的事情呢？原来当时的毛主席虽还是中央主席，但却被挤出了核心领导层，所以就带着王守道、周岳林和朱开全3个巡视员来到会昌视察。方强拿起听筒后，听到毛主席熟悉又亲切的声音，心神也渐渐安稳了下来。前面敌情怎么样？敌人有多少？怎么部署的？现在有哪些动向呢？听着毛主席有条不紊的提问，方强心中的不安开始消散。他冷静地将前线情况逐一汇报给毛主席。毛主席听完后，心中也有了底。但他此刻最关注的还是前线战士们的伤亡和心理问题。方强倍加感动，急忙将自己的部署和当前最要紧的问题告诉了毛主席。报告完情况后的方强其实已经做好了接受批评的准备，毕竟军门岭保卫战的战役失败，身为指战员的他绝对少不了责任。然而听筒里传来的话语却让他再一次错愕了。毛主席根据方强的报告，已经对战局有了初步的判断，并也猜到了前线的战士们此刻的心理情况，于是就鼓励他们说，22师作为一支新军，以少对多能拖住敌人的进攻节奏，这怎么能算失败呢？说是胜利都不为过才是。听到毛主席的肯定，方强心中最后一丝不安也被扫除，而毛主席随后的一番布置更是让方强彻底有了信心。毛主席指导方强，会昌的左边有大吉山游击队，南边一带也有游击队和赤卫队活动，可以向他们求助牵制敌人。之后将红22师主力撤离战线，用游击战术在军门岭和会昌之间重新布置战场，最后在敌人侧翼集中兵力，先消灭一个营，再消灭一个团，为自己创造有利条件，之后打更大的胜仗。听完毛主席一系列的指挥，方强心中豁然开朗，这不正是毛主席在前4次反围剿作战中采用的方针吗？第5次反围剿之所以会打得如此艰难，正是因为没采取毛主席的方法。前4次他们都能赢，没道理现在反倒不管用了。方强放下电话，心中反复回味毛主席的指示，只觉得对这场战斗他前所未有的自信。回到会议室，他兴奋地大喊：“同志们，毛主席到南方战线了！他还给了我们很多重要指示。”听到这个消息，大家立即活跃了起来，因为毛主席来了，就又能打胜仗了。方强一一转述着毛主席的指示，干部们听完眼前发亮，纷纷跳起来要求参加战斗。会议结束，方强马上带人查看前线地形，研究作战方案，晚上再次召开师军政委员会，根据毛主席的指示，再结合当下情况一一部署。消息传到士兵们的耳中，大家准备武器装备，抓紧练兵，整个22师战斗情绪空前高涨。随后红军主动出击，接下来几天各地区小胜仗接连不断传来。听到这些好消息，看着战士们讲的情绪，方强越发坚信，只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，部队就一定能打胜仗。而毛主席和方强之间的缘分，其实早在会昌战役之前就已经建立了。
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？1933年，此时的方强还在担任中央警卫营的政治委员。在攻打福建上杭时，方强不慎被敌人子弹击中，送到医院后，他已经生命垂危。将方强的衣服撕开后，医生也被吓了一跳，子弹直接从他的胸口穿过，要不是运气好避开了心脏，恐怕就是当场毙命的结局。医生不敢耽误，即刻要为他做手术。可由于医疗资源十分匮乏，医院也没有过多的麻药和消毒水，清洁伤口只能蘸着盐水的纱布塞进他胸前的弹洞，疼得方强的额头青筋暴起，哪怕事后他都无法忘怀。因为物资短缺的缘故，治疗后的方强也得不到什么有营养的食物，伤口自然恢复得比较缓慢。看着他日渐消瘦的模样，他的战友也十分着急。直到后来的一天上午，战友兴奋地端着一缸牛肉跑进方强的病房，喊道：“有药了，有药了！”许久未见肉的方强赶忙拿起筷子就往嘴里塞，直到全部吃完后才问起这是哪儿来的。原来当时毛主席身体也需要调养，乡亲们得知此事后就送了一些牛肉给他补身体。但毛主席在得知方强的情况后，就派人把牛肉送来，还说这是为他方强开的药方，希望吃完药后方强能长命百岁。听完战友们的解释后，方强泪流不止。虽然有心还给毛主席，但看着空空如也的瓷碗，他心中暗暗发誓，只要自己能快点好起来，打更多的仗，才能好好报答毛主席。而方强后来能快速恢复，和这缸牛肉也离不开关系。所以对于方强而言，毛主席是他的救命恩人，也不为过。1963年，毛主席会见各部委领导时，时担国务院第6机械工业部部长的方强也在队伍中。当毛主席看到他后，立刻高兴地握住他的手，说道：“我们可是老熟人了呀。”1976年9月9号，毛主席病逝的消息传遍全国后，方强十分悲痛。此时的他时常背诵《清平乐》《会昌》。有人问起他，就会得意地说：“这是毛主席为他的部队所写的诗。”